圣贤，解寂寞，无求寂寞，寂寞无酒啊！先生诗才丰沛，若随身死，岂非可惜？大限将至，可惜，又能如何？何不让在下将先生元神炼就成笔？才子心放，诗随神书，心不死，则诗才不灭。酒，好酒，好酒啊！大鹏飞兮，振八翼；中天摧兮，力不弃。好一口青莲笔！太白笔意自似难测，再见笔灵，却不知是何时了。书卷，苍快已如天一阙。不问今夕是何年，但论逍遥在人间。走过千山雾蒙蒙，世人皆在寒梦中。年波长空，扶摇直上珍苍穹。临歌峥嵘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。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自若临惊鸿现。过一如烟，为尘与三千。扶摇一别，绕进晨光，明月送竹简。遇上情节，残星北斗，披山越指点。风落苍间，却能刻成关入二三卷。无笔无人生，一夜情。我叫罗中夏，是华夏大学的大一学生。偏科理工男一夜之间获得李牌 SSR， 母胎单身狗奇遇被女神 solo， 这两件事看似不可能，却都在我身上成为了可能。而这一切发生的契机，只不过是我天真的相信了校园网的网速。等我能刷新进入选修课页面的时候，就只剩这门无聊的国学课能选了。好，都到齐了，开始上课吧。所谓诗，言志、抒情，贵在用词精妙。这老我们现在每次上课都拿着根毛笔写来写去，都是从像多宝贝诗似词中衍生而来。大人，时代变了，我们就从装模作样给谁看开始。那位转笔的同学，你知道“白发千丈”这个词出自哪里吗？它出自王者荣耀游戏。游戏玩傻了。这样。老师，白发千丈出自李太白的《秋浦歌》。白发3000丈，缘愁似个长。这位同学，你懂不懂尊师重道啊？竟然在课堂上随便捣乱，快点向居老师道歉。我哪儿捣乱了？回答错了也不行吗？你干嘛呀？什么都不懂，
就别胡说八道。快点向居老师道歉！放开我！贝子 ，no！ 谁说我什么都不懂？这一招就叫完璧归赵。这可是老师最宝贝的一支笔。我看你这招还是叫完犊子吧。本来以为稀里糊涂混完这门课，把学分拿到手就行了，怎么这么难呀？老师无聊也就算了，还总喜欢揪人回答问题。一个选修课，你认真个什么劲儿？至于吗？最可恨的是，班上还有这个叫郑和的混蛋，总靠挤兑别人显摆自己。什么书香世家，不就是会背几首诗吗？今天你也别想全身而退。老师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竟然有人不珍惜学习的机会，我心里实在是太难受了，才没有忍住。只要能让罗中夏同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你怎么罚我都行。哎呀，竟然以退为进，把自己全摘出去了。你是这门课的课代表，维持课堂秩序，那也是应该的。但是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居老10年不任教了，好不容易再次出山，却在我校遭遇这种待遇，你对得起老先生吗？这传出去，让各大高校怎么看？让学界怎么看？这锅也太大了吧！我看呢，你这门课也别上了，直接挂科得了。档案里也要记个大过，长长记性。什么呀？到现在都认识不到错误，学生没个学生样，干脆退学回家算了。我错了，记过就够我受的了。不就是服个软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。罗同学，你知道你踩坏的是支什么笔吗？不会还要让我赔钱吧？此笔名叫波罗七雕管狼毫笔，是用牛角为笔杆，漆以波罗色，用的是辽尾狼毫，不是寻常之物。此笔虽然贵重，也不算是稀罕之物，旧货市场时有踪影。说这么多我也听不懂，您直接开个价得了。如果你能替我淘来支和他一样的毛笔，这件事就一笔勾销，怎么样啊？一笔勾销？居老这是何意啊？为人师，重点在教，不在罚。毛笔是四德之物，他在淘的过程中，自然能明白许多事理。到时候我能得到笔，他可以修身养性，两全其美啊！虽然没太听懂，但搞支笔而已，总比机构要强吧？强个头啊！哎呀，老板，您一拿起这瓢来，我就知道您懂行。这几大官窑都产不出来这样的成色呀！我都跑了不下10个旧货市场了，连什么菠萝笔的毛都没见到。那居老头，该不会早就知道这玩意儿根本没地儿买，故意折磨我、折腾我吧？最后交不了差，照样记过。凭什么？
哎，小兄弟，看笔吗？我这儿有几支笔，可都是上乘。上乘啊，拿来看看。哎，您看看这支上好的宣笔，七子三阳，正宗的清宫内府所制。不感兴趣。哎，小伙子，我这儿还有好东西呢，你别急，我给你找找啊。这可是我这压箱底的祖传好笔。正好。哎，您别走啊，再看看这支，干嘛？地地道道的王一经斋初代王氏制的鼠须笔。您看这笔毫，四德俱全。哎呀，哎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您别走啊，我这还有呢，这是鼠须的，鼠须笔呀。他来这儿干什么？难道是？赵叔叔，哎呦，郑公子来了，哎，快请进。啊？哎呀，这波罗七雕管狼毫笔，我店里确实没有，不过已经托人去打听了。啊，是吗？谢谢赵叔叔。哎，小事儿。那个冒失鬼哪懂什么毛笔呀？还是得靠我帮居老师找才行。啊！呸！好你个郑和，果然是想拿着笔去献殷勤，给居老头溜须拍马，顺便再踩我一脚呗。哼！哎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是吗？在哪儿？啊，我看看啊。哦，在南城玉山路的长春旧货店。嗯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要帮我呀！太好了，估计那没头苍蝇现在还在乱转呢。哎，赵叔叔，我请您吃个午饭吧，然后咱们再去也来得及。嘿嘿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喽。嘿。菠萝毛笔，我来了。有人在吗？有事吗？没想到姑娘年纪轻轻，竟然开了这样一家全是好东西的店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店主是我爷爷，我只是在帮他看店。啊，听说你们这里有卖菠萝七雕管狼毫笔，能不能拿给我看看啊？有，稍等。是这只吗？啊，是的，就是的！我太不容易了。只许看不许碰，你想买的话，要等我爷爷回来估安价才行。我就拿着盒子看看。哎，这盒子也太凉了，难道文玩也要冷冻保存吗？郑和这小子来这么快，
哦，店里还有别的客人，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哦，我是诸葛长青，请问韦世然老先生在吗？请你离开，这儿不欢迎你。都是同道中人，有必要这么冷淡吗？原来就是只下等的狼嚎啊！这次怎么完璧归那个赵了？我知道你们把它藏起来了，快交给我！快拿出来！我可没有不打女人这种臭毛病。哎，喂，就算买不到东西，也不能打女人嘛！滚开，草包！哎呀！什么情况？别乱跑！我没有。哼，小荣姑娘，多谢馈赠，代我向韦老先生问好。一会儿老实待着。哦。我会怕你几片轻飘飘的雪吗？这啥呀？永续笔。逼我的凌云笔，我可能疯了。别以为只有你有笔灵，乖乖认输吧。我接下来的手段你会吃不消的。把笔留下，你可以走。做梦！不好！混蛋，把笔退出来！什么？云清清兮玉宇，水淡淡兮生烟。上去！去死吧！他跑了，你怎么样？刚才这会儿，我要自杀了。
怎么穿成这样？嗯？太美了！不要啊！我还不想死！还好是吗？这是睡了这么久才醒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身体太差，还比不过我这个老头子。您是？你好，我是这儿的店主，叫韦世然。啊，这是我孙女小荣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叫罗中夏。那个，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店里大多都是古物，性阴寒。你身子过虚，刚进店里没一会儿就昏了过去。啊，我虚？不可能！我看看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等一下，不对，我明明看到你和一个人打架，满屋子又是风又是血的，而且有一支毛笔插到我的胸口里，这才是我昏倒的真正原因，才不是虚呢。人在晕倒时啊，产生幻觉是很正常的。至于幻觉里为什么有我孙女，那就要问你了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小伙子，你到我店里是来淘物件的吗？差点把正事忘了。韦老先生，我是想淘一支波罗七雕管狼毫笔的，听说您这儿是有这么一支，但实在不巧啊，刚刚已经被一位姓郑的年轻人给买走了。罗中夏，你平时不是挺能的吗？什么时候虚不行，偏偏这个时候虚，到嘴的牙子都飞了。好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等等，小伙子，你在店里晕倒，我们也有责任，就送你另外一支笔做补偿吧，总好过白跑一趟啊。补偿？这一支比你想要的那支更加珍贵，你可一定要贴身保存啊！什么情况？别乱跑！这一切真的只是幻觉吗？谢谢。事到如今，只能这么做了。好了，这里就是古镇的民俗风情馆，然后请大家有序参观。我们半个小时后还是在这里集合，请大家不要迟到，不要走太远。好，大家可以开始自由活动了。好。消息没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女士，这位女士，这里是私人宅院，不能参观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想找卫生间，但是迷路了。好，最近的卫生间在那边。哎，这里面一定很大吧？得什么人才能住在这儿啊？我只是景区的普通工作人员，其他的不太清楚。这是地图。照着上面走就能回到景区，可千万别再走错了啊！
口也挺漂亮的。来都来了，拍一张再走。再见。明明那么真实，怎么会是幻觉？可如果真的有一支笔插进去了，我也不太可能完好无损的站在这儿啊。哎呀，好痒！唯一能找到的那只已经被郑和买走了，不是菠萝，再珍贵又有什么？哎，等等，居老头让我讨笔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修身养性吗？我能讨回一支更珍贵的笔，反而证明我的修养成果比他预期的更好，有门儿！一会儿先道歉，再把讨笔的过程编得曲折一点，显得有诚意些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哟，这么巧，你也来找居老师？怎么又碰到这货了？有他拆台，我还怎么糊弄过去啊？我来看看。很好，郑和同学有心了。我实在是不想让老师您苦等，才擅自参与的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你也别灰心嘛，虽然没讨到笔，但在这过程中总能学到点什么吧。不如向老师汇报汇报。哼，谁说我没讨到笔？虽然这种笔没那么稀奇，可短时间内能淘到2支，倒是挺难。这支笔，这笔怎么样？您要不然试试啊？妙啊，妙啊！老师，这笔究竟妙在何处啊？你知道笔之4德都是什么吗？尖、齐、圆、健。文绉绉的，不就是指毛笔的4种书写效果吗？笔头饱满，吐墨均匀；笔锋尖锐，利于勾纳；圆转如意，挥扫自如；渐进耐用，不脱散败。不错，看来这笔你是真的没有白淘啊。奇怪，我是怎么听懂这4个字的意思的？刚才罗同学说的对，不过这笔可不仅是4德俱全这么简单。古人云：“别人怀宝剑，我有笔如刀。”又云：“莫亚书生苦，功成在一毫。”可谓是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呐！啊！才自心放，诗随神舒。说得好。我怎么又产生幻觉了？人无论是书写还是作画，一定是全神贯注于笔端。我刚才用它试写了几个字，有活力从笔头喷涌而出，把我心里所想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实在是好笔呀！不仅淘到了好笔，还懂得了道理。短时间内进步这么快，罗同学很有天分呐！
谢谢老师夸奖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啊，你等会儿啊，我拿个喝的。哎，不是，我说女孩生气，你跟她讲道理干嘛呀？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直接道歉呀！你得给她提供情绪价值。老严，我位置还在吗？留着呢。谢了。什么事儿给她高兴成这样啊？你听我说啊，现在才道歉已经没用了，她肯定得让你回答哪儿错了。你给我讲讲，我帮你分析一下。快防了，防了！打他！今天晚上就没赢过。26号机加30块钱。大数据，你现在记住我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现在听到毛笔俩字儿就头疼。哼！你还输了吗？你看，不要脸！不会玩啊，这个人。下一把，下一把。不叫天下才情，我看看房间啊，付诸东流。啥意思啊？什么人啊？这不是古人写的？我怎么看的？想死的都赶紧滚！都看。有事说事儿，动手啊！就是来找你动手的，你摊上事儿了。好大的酒窝，醉鬼闹事儿啊！大哥，就是他耽误我泡妞。我兄弟来这上网是给你面子，你怎么坏到好事呢？那女孩都不认识他。给我打！动手是吧？小罗，咱俩认识没几个月，才发现你这么够义气啊！有一次，我正在敌方水晶下苦战，时间马上到了，来不及续费，你二话不说，先给我垫了钱，我就知道这老板能处。给我上！有时间是真给我试啊！好兄弟，这算什么？小心！看什么看？一起上！下来！耍赖你！你别躲在上面！给我下来！下来！臭小子，你不下来是吧？行，打不着你，我打他！算你厉害，怎么走着瞧？这家伙真邪门啊！赶紧走！哇，深藏不露啊，小罗！没想到是个练家子啊，连轻功都会。不瞒你说啊，我也练过几天。有没有兴趣探讨探讨啊？我有点累，想去趴一会儿。咱们改天再说。你这屋子不也得收拾一下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先休息啊，咱改天。那绝对不是梦。我突然看得懂古文，战斗力也爆表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超能力吧？一定是因为那支笔，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真有这么爽的事，还被我给撞到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毛笔侠。好怪的名号啊！还是重新想一个吧。
大鹏飞兮，振八翼；中天摧兮，力不济。谁在那儿？御风击兮万世，有夫丧兮挂师妹。后人得之传此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仲尼亡兮，谁为出涕？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我得好好捋一捋。还是先去救后铺，把一切搞清楚再说吧。中下，好像有人叫我。中下，谁在那儿？什么情况啊？又是幻觉！中下！走开！走开啊！冷静，冷静！我可是有超能力，使我一拳！看来今年真的要折在这儿了。可我还没毕业，还没当上超级英雄，还没谈过恋爱啊！我没死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让你贴身保管的笔呢？笔？我送人了。你。猎头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你的意思是，有人能把毛笔练成像刚才那个怪物一样的傀儡，然后驱使他做事？没错，我们一般叫他笔童。那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？笔灵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寄生吗？还是基因变异？该不会类似替身使者吧？哇，那我岂不是真要变成超级英雄了？哎，你的问题真多。谢谢啊，我还能问更多。爷爷在里面，他会给你答案的。啊？
罗小友，别来无恙啊！那笔铜是由一只狐笔炼成，狐笔虽是精品，我送你的无心散镯却是它的克星。我拿来护你性命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送给别人？要不是小荣及时赶到，你恐怕已经没命了。哎，明明是你们骗人，还好意思怪我？我要是知道那玩意儿能保命，怎么可能送人啊？哎，我说谎是不想让你牵涉到危险中来。事实证明，你说谎，我只会更危险。这只是意外，今后我会全力保护你的。你只是个普通人，忘掉一切，去过普通生活吧。这里面的水啊，太深，你一个普通人根本把握不住。连你孙女都打不过的那个诸葛长青也败在我手上，我哪里普通了？既然有这个能力，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。男子汉，绝不当缩头乌龟。好倔的小子，看来我不说你是不会罢休了。那就听过之后再做决定吧。这一切都要从笔种主人说起。他本是秦汉之间一个小小的书吏，当时焚书坑儒，局势混乱，战火四起。他眼见百家名士和文化被无情糟蹋，痛心疾首，所以发下宏愿，不叫天下才情付诸东流，是要将他们保护起来。这不是那个石碑上写的话吗？原来是这个意思。那他是咋保护的？他悟到一种凝魂炼笔之法，将富有才情之人的魂魄炼成笔灵，以此保存其中蕴藏的才华。那我的笔灵是哪个大才子的？来自李白。狮王李白？那我岂不是笔灵大侠中的王者？李白是诗仙。哦。李白的青莲笔在其炼成之日就非离不见了。你体内的只是笔种主人遗憾之下，用李白临终前写过绝命诗的毛笔炼成的遗笔。绝命诗？大鹏飞兮振八翼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余风击兮万世，犹扶桑兮挂石妹。正是此诗啊，简直跟真正的青莲笔差了10万8千里。虽有差距，有话好说啊！这人哪儿冒出来的？老李，你终于还是忍不住现身了。据说那日长青惨败于这位罗同学之手，我很是好奇呀。这家伙谁啊？想要你命的人，诸葛家族长老李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臭丫头，找死！小心！换成姬侯，我诸葛家势在必得，绝不会让给你。你休想！宛城七侯是什么？笔种主人曾练就7支至尊至贵的笔灵，但早已不知所踪。
李白的青莲比就是其一。这7支比邻之间的联系能相互呼应，青莲乙比与青莲比息息相关，所以对寻找管城7侯的人来说十分重要。老李要把青莲乙比据为己有，而想要人比分离，必须杀掉持比之人，也就是你。苍比格失窃，速速捉拿贼人！苍比格失窃，速速捉拿贼人！快，在那边！这边，快跟上！一群笨蛋！你快跑，我和爷爷还能拖住他一会儿。你干嘛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爷爷！果然是太白遗风。陆小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又来！青莲乙比，我收下了。你们一老一小又能护住他到何时？咱们会有期。爷爷，你怎么样？好孩子，别怕，爷爷没事儿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好得很。诸葛亮一向隐狠毒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其实刚刚只是老李的分身，就已经很难对付，后面还不知有多少危险。我会尽快找到安全退避的方法，让你脱身。但在此期间，你需要学习一些比邻操纵之法。一旦我祖孙二人有何不测，至少能够自保。韦老先生，您为了救我，连命都能豁出去，我怎么可能撇下你们只求自保？别胡闹！把你卷进来，救你是我的责任。操控比邻我要学，但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也是保护你们。既然卷进来，就不可能置身事外，不如成为一份力量，这也是我的责任。好吧，但你毫无根基，修习比邻之法得靠人指导。我这伤需要调息，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精力。爷爷，让我来吧，跟在他身边指导，同时也能保护他。跟在我身边也好，这样我就能安心养伤了。主动贴身保护，虽然他总是对我冷着一张脸，但好像也不是很讨厌我嘛。这不是罗中夏吗？这么漂亮，受饿了，到时候去看看。挺好看的。这个是我命。
小柔，小柔，等等我呀！咱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借一本李太白全集，你需要背熟它。全集，背熟？绕了一圈，怎么还是上国学课呀？哎，等，小柔，你一直精神紧绷，太累了吧？来，咱们放松一下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为什么我看了李太白全集后，打人更疼了？嘿嘿，因为李太白拳击。不好笑吗？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哎，你想干嘛？不干嘛，送你一句诗而已。向明月照沟渠。同学你好，看来你也是对国学很感兴趣，才来听居老师的课的吧？我是他的学生，叫郑和。喂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，吟诗套近乎，不就是一个人在水沟子旁边看月亮吗？有什么好显摆的？同学，你看到了？这个楼中夏对国学简直是牛角牡丹，你和他一起学习，那不是对牛弹琴吗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当然是笑你，不仅自作多情，而且连别人好心提醒你都听不懂。墙里秋千墙外道，落花与流水，匪时不转又如何？反而给别人造成困扰。糟糕！虽然他说的能在我脑海里出现画面，但完全不明白他什么意思，想回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同学，我知道女孩子都心软，怕伤害她，不忍心拒绝。可这个家伙，他脾气真的很差，前不久还公然在居老师课堂上胡闹，你被他纠缠会很危险的。原来他就是那个差点被记过的罗中夏呀！听说他连中学的诗文都搞不明白。不是吧？九漏云。罗中夏知道自己基础差，所以找我来教他，知耻而后勇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没有。反而是你，不懂谦谦君子，卑以自没的道理吗？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。看来你肚子里根本装不下多少墨水，所以只能成天到晚挂在嘴边，向人炫耀。你这种人啊，就算学再多的东西也没用，因为心里留不住。他好厉害。走吧，别耽误时间。这个女人是想欲擒故纵吗？有趣。他竟然愿意出面维护我，三言两语就让混蛋郑和吃了瘪，真好啊！难道这就是？不许走神啊！没走神，我在思考问题呢。虽然我现在可以把古文转换成画面，但好像搞不懂其中的意思啊。因为你悟性差，一碰到有隐喻的诗文，就根本理解不了。啊？比邻蕴含的能力必须与人结合才能发挥。比邻炼自不同名士的精魄，所以灵性也不同。他们一般会选中与自己秉性相投的人，主动神会，也可能
因外力寄生到你这种毫无慧根的人身上，他的能力自然就无法好好发挥。是这样啊。那无心散镯呢？也有灵力？无心散镯是上乘的毛笔，当然自带灵气。难道世间真的有比灵存在？以我的资质，倘若得到一只，定能扬名立万。梦游天老银留别，背得我都快梦游了。这方法真的有用吗？青莲遗笔的才情本就来自李白，了解李白是增加你们默契的最佳方式。以你的水平，现在背这首还太早了，换个简单的吧。劳逸结合，让我歇会儿行不行啊？行啊，等诸葛家的人找上门，你这辈子也可以直接卸了。那个，我一时半会儿也练不成，咱们能不能再找几个帮手啊？诸葛家在比邻界势力滔天，别人躲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与其作对？怎么刚进新手村就遇见大 boss 啊？嘿嘿嘿嘿！哎呀，我经验还没刷呢。既然不想背诗，那就先学点别的吧。每只比灵的能力都与它蕴含的才情有关。根据敌人施展的能力，推测出比灵的来历和特点。交手时加以针对，胜算就会更大。这对我来说更难吧？记住我说的话。好。诸葛长青的凌云笔，炼自汉代的司马相如。他写的汉赋，被汉武帝称赞飘飘有凌云之气，所以凌云笔能呼风唤雨，而且如汉赋般气势宏大。哎，想要胜过他，你就得像他老婆卓文君那样，给他解篇修书。是诀别书吧？秦上在遇而心生代故，朱弦断明镜缺，朝露西方时歇白头吟伤离别。可惜你的永续笔是谢道韫的，这招用不了啊。你说的没错，看来你不仅知道卓文君的诀别书，也对我的永续笔有所了解。那当然，东晋才女谢道韫曾用未若柳絮因风起形容空中飘雪，当时被奉为一绝。永续笔自然是非他莫属喽。哼，还好之前因为想多了解一下小荣，在居老头那里旁敲侧击问到了答案，嘿嘿，真是有备无患呢。说的没错。他笑了，他笑了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。有这闲工夫想东想西，不如多花点心思去研究李白。别总是这么打击人嘛！又是笔种主人，又是笔种立的，这个笔种到底是啥意思啊？笔种主人把所炼的笔灵藏在一处隐秘之地，称这个地方为笔种。后来他不再亲自周游天下练笔，而是守在笔种之内，派笔种吏代替自己四处寻访。哎，这个我知道，学名叫发展下线。那这些笔灵什么朝代都有，看来笔种主人一定活了很久啊！难道练笔还附带修仙效果？他老人家胸怀天下，志存高远，是个有高境界、大智慧的人，能练成半仙之体也是理所应当。
普通比种力是做不到的，像你这种人更是没可能了。喂，你夸他就夸他，干嘛拉踩啊？更何况我也没看出他哪儿境界高。你连神会都做不到，当然理解不了。我确实没这方面天赋，但一码归一码。你说他是为人民谋福祉了，还是为社会做贡献了？啊，他练笔、藏笔、壮大组织，都是为了一己私欲嘛。他老人家护住许多文化能传承至今，当然是贡献。哼，说的再冠冕堂皇，也只是自己拿来收藏。文化如果永不见天日，真的算传承吗？可是，好好的精魂被练成笔灵，要么被禁锢在笔种，要么被人驱使，也太可悲了。怪不得李白的青莲笔要飞利不见，他才是真正的神仙心态。我成功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的青莲一笔刚才有反应了。那个，你别生气啊，我刚才只是胡说八道的。像我这种人，哪能看透笔种主人的心思啊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吗？啊！现在你可以接着背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还生气吗？别生气了，我好好背诗还不行吗？喂，等我一下啊！赵叔叔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还有件事想麻烦您。之前古笔研究圈聚餐，有一位很懂行的秦小姐，您还记得吗？啊，我想请您帮忙约她出来见个面。我这里有支笔，她一定很感兴趣。小柔，这么晚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今天要看着你，我就不回去了。告诉我你寝室的房间号，这样就能随时赶到了。啊！你一个女孩子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啊？我带你去别的地方。美女啊，你想的可以啊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好，我叫严正，颜真卿的颜，正通人和的正。我叫韦小荣。好名字，别客气，快坐。我认识小楼这么久啊，还是第一次见他身边有女孩，真是难得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个人，老板，开2台机子，今儿晚上随便用。想喝点什么？奶茶还是汽水？可以给我来一杯热水吗？没问题，稍等。打电话催一催。行。多喝热水，不仅养生，还能变美。看到我上网，觉得很稀奇吗？就是觉得你们跟这种俗世画风不搭。俗世啊，其实挺好的。我们这种人，从小就是永无止境的训练，想做些俗事都难。哇，来，哼，学学我劳逸结合嘛，我教你打游戏好不好？好。嘿嘿，欢迎来到我的领域。第一滴血，双杀，3杀，您的基地已被破坏。
你之前真的没玩过吗？学的也太快了吧！比操控比邻容易多了。你教我的我已经学会了，你该学的也该继续了吧？哦，好。目前看来，青莲乙比的能力是将李白诗中的意象具象化，他的诗意象非常丰富，使用得当，威力会很大。哎，那我岂不是背会的诗越多，能变的就越多？不仅要背，还要懂，那才有用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海寇谈瀛洲，烟涛微茫系南裘，越人语天母，云霞明灭或可睹。水淡淡兮生烟，列缺霹雳，白秋鸾发三千丈，风吹。缘愁四个长，不知明镜里何处飞。秋霜八亿，冲天摧兮力不济，徐风兮兮万事，犹负桑兮关。众尼王兮，谁为出涕？又是绝命诗，我怎么总梦见？啊？才10点半，他这个年龄怎么睡着的呀？哎，她可不是你平时认识的那种普通女孩，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能像普通人一样好好睡觉，对她来说也很难得吧？哎，说实在的，像她这种女生，在网吧哪能待得下去啊？你约会也别光顾着自己爽啊！唉，接下来怎么办啊？难道让她每天都跟我来这儿吗？你是真敢想啊！老话说得好，他好你也好，只要他高兴，去哪儿不行啊？有道理，男人不能说不行。哎，老爷，不愧是你，好说，知无不答。老爷，再给我拿瓶水。哎，马上啊！现在我已经可以跟青莲乙比共鸣了，又背会了许多诗。如果再拿回无心散着，自保应该没问题。至少不用辛苦他一直跟着我。好吧，跟着我其实也挺不错。喂，周老师，这么晚打扰您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啊，罗同学啊，我有个朋友特喜欢毛笔，想看看那支无心散着，能不能借他把我眼服啊？这不巧了，郑和也有个喜欢毛笔的朋友，他下午刚把无心散着借走。这样啊，曲老师再见。郑和又坏我的事，你最好是乖乖还给我。这么晚能去哪儿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老爷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帮我照顾好他。哎，大半夜的，你把人家丢下去办什么事儿啊？现在的大学生都这样谈恋爱了吗？看来我那些话都白说了呀。研究毛笔，8成还是来这儿了。哎，门没锁。怎么黑乎乎的？难道我猜错了？我靠！摔死我了！还有气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救人！啊！比邻有反应，难道有别种力在里面？
和普通的毛笔相比，无心散着似乎炼化的要慢一些。郑和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不过没关系，估计一会儿就成功了，变成我的笔筒，你还是很有福气的。炼笔筒竟然还要用活人做材料，那郑和这小子岂不是没命了？目前还没炼成，应该有救。虽然这货总是一副欠扁的德行，但毕竟人命一条，他不仁我不能不义呀。这就叫格局，叫小荣来帮忙。等他过来，没准都练完了。可这女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，我去救，不得把自己也搭进去啊！只能这么办了。你胆子不小啊！什么人？连诸葛家的人都敢动，真是活腻了。哼，小弟弟，大晚上不回家睡觉，跑来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我像在开玩笑吗？你有比邻？现在老李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是这小子主动拿着无心散着找到我，我看他连比邻和有灵气的毛笔都分不清，还以为是什么都不懂的局外人，所以就顺便拿来炼笔筒。你闯大祸了！还请放我一马，小女秦怡愿为诸葛家效犬马之劳。他上当了，他上当了！果然如小荣所说，这诸葛家没人敢惹呀。现在就把人交给我带走，事后我可以在老爷子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老爷子？当然，除非老爷子开恩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。你笑什么？臭小子敢诓我，看我连脚比的厉害！啊！我靠，到底哪儿露馅了？菱角笔是什么笔啊？怎么被他的光一碰，我的腿和左臂就又酸又麻，使不上力气？这能力也太变态了！哎呀，小弟弟，你演技不错嘛。可是老李什么时候成老爷子了？撒谎可是要受惩罚的。不管你体内是什么比邻，既然你亲自送过来，我也不能辜负你的好意，只能杀了你，把笔收下了。想不到你的笔灵这么厉害，是我轻敌了。那当然，这可是炼自西晋名士张华的菱角笔。张华曾作博物论献给晋武帝，得赐辽东多色菱角笔。床前明月光，菱角正全发扬，有菱角如露，姿容凤春之说。又因为张华博物多功，所以菱角还有什么事？能通五感，可司掌人类神经，高阳，控制各种神经为虎高哉，蜀道之难，安上青天。又酸，又麻，又痛，又痒。我还不想上青天啊！甚至这样也行。死，好热。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打什么主意，玩玩而已。我玩够了，你上路吧。
决于此。命诀，全名是大鹏飞兮真发意，中天摧兮力不济，御风击兮万事，有福丧兮挂师妹。后人得之传此，怎么会？仲尼亡兮，谁为出替？竟然是青莲一笔！这太阳出生，倒是让我想起太白一时。无人不知，日照香炉，生紫烟。遥看瀑布，挂前川。飞流，直向3000尺。一世银河龙，怎么回事？好了，这是什么？哼，管他呢，反正归我了。对了。他现在有危险。人呢？我真不知道那小子去哪儿了。老爷，搭把手。小爷啊，我都回来了。我的乖乖，这是被掏空了多少次啊！我想拿回无心伞镯，听说被郑和借走了，所以找他去要。正撞见一个女人，想把她炼成笔头。除了大脑，他全身已被无心伞镯的灵气炼化的差不多了。这么严重？那怎么办啊？我也只能延缓炼化的进程。其余的……等一下，让开！我儿子在哪儿？郑和，郑和，马上把他送到市医院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是那个姓赵的给他爸打了电话。时间，当心点，慢点。你就是罗中夏吧？我是郑和的父亲。哎，叔叔你好。你救了犬子，我万分感谢。但你把他带到一个赤脚医生这儿来，却很不应该。不是，您误会了吧？你一个学生不学好，怎么跑来吃这种黑心回扣？哎，你，但一码归一码，这点心意以表感谢。年轻人千万别把路走歪了。我说这些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对，叔叔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做人。你是怎么救助郑和的？在濒死状态下，用绝命诗与青莲遗笔产生高度共鸣，很不错呀。嘿嘿，那当然，望庐山瀑布那招更厉害。青莲遗笔是李白临终用笔，气质压抑沉郁；望庐山瀑布气质却是雄奇疏阔。你又越念越得意忘形，所以才导致最后时刻气息不稳。以后选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，而且再也不许鲁莽行事。知道了，好歹还是赢了嘛。啊，
对了，那个秦姨还落下一样东西。哪儿去了？这是什么？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老严，你干什么呢？老严，老严他怎么了？老严，哎，你醒醒啊！老严，他没事，只是和比邻神会了而已。神会？这比邻这么没品位吗？行了，我没事。小罗，跟我来。哦，你们是复联还是正联呀？啊！臭小子还给我装！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们一定是一个神秘的组织，个个身怀神秘的能力，需要执行神秘的任务，对吧？也差不多。真不够哥们儿啊！这么刺激的事竟然瞒着我！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接受了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不管这是什么，我一定是被选中的新成员吧。我感觉郑和身边没人保护很危险呀，万一害他的人又来了怎么办？你先听我解释。救人要紧。啊？其他的路上再说。这就是比邻的来历。原来如此，那我的比邻是什么来头啊？目前不清楚，要靠你自己参悟。放心吧，活着呢。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我是不是觉醒了？你这也太快了吧！小心，说不定是一种破坏性的能力。哦，破坏性的。你这也太残暴了！这可不关我事啊！是五色笔，它的光芒能置换，千万别被迷住。这是能播长见识了。快闭眼！来尝尝恐惧的滋味。小荣，小荣，小荣，你还好吧？不愧是青莲一笔，怕了吧？我的光更绿。那是青色，莲乃青色之祖，所以能将其逼退。黄光是欲望，青光是恐惧，红光唤醒人内心的阴影和弱点。你们一定要小心。你们还有时间说话？去呀，上吧，冲！屁用没有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走你！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？混蛋，敢暗算我！
留神，对方是诸葛家的，目标应该是你。堂堂青莲一笔的比种力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应该只到江烟的境界吧？胡说！如果已到郭璞之境，为何黑白两色一动不动？你妈妈！江烟和郭璞是啥意思啊？南梁文学家江烟梦见境外的郭璞向他讨要5色笔，他在梦中还笔，醒来后就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。这不是江郎才尽吗？据说是笔种主人没能在郭璞临终时赶到，只留住了他的散魂。200年后，寻到一个合适的孩童江烟，把散魂寄寓在其体内。等江烟凭借郭璞的散魂才智到达巅峰时，笔种主人与其肉身为炉，变成5色笔，收归笔种。哇，老爷，未收李白的诗有点提示啊。那个离离原上谱是他写的吧？不是。不要，小荣。小荣，心想都是幻觉，千万别信。小荣。小罗，走，走。哎，我刚才不是被串串了吗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明白了，是你救了我们。原来我是个奶妈。擒贼先擒王，看我的！给我上！老爷真是个狠人呐！都给我上！好听吗？一听就是好疼！你别过来！你不要命了吗？你的笔筒至少重伤我7次，别还完呐！别说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去死吧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心比较大，没什么心理创伤。你的帮手们已经废了，投降吧。泄露到你们手上，想怎么处置随便才怪！他要给自己回血。你这比灵还挺智能啊，居然能把他奶死！奶里有毒。哎呀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穷寇莫追。居然恢复了！原来普通人都看不到的嘛。那这个缴费是要去上面。今天真是多亏你了。我今天好多。你为了他，你真豁得出去啊！吓死我了。英雄救美，天经地义。以后不许再这么做，生死有命，无需他人替我。嗨，怎么还矜持上了？哎，那个小罗，你去看看郑和怎么样了？快去吧。啊，还请韩丈指点。有人来了。
曲老师啊。罗同学也来探望郑和了。是，曲老师好。郑和没醒啊？曲老头自言自语啥呢？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为了一管诸葛笔弄成这副样子，不值得呀。诸葛笔，不是无心散着吗？无心散着是指毛笔的功用，由宋代制笔名将诸葛高首创，所以在行内又被称为诸葛笔。罗同学，天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老师，我送送你。老严，我去送一下鞠老师，你帮照看一下。哦。看来也不是万能的。诸葛家要害我，可保护我的笔又是他家的。话说小荣去哪儿了？刘中夏也没事，计划很顺利，他已经上钩了。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信，利用起来很容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说我上钩了，说要利用我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你以为我还能为了什么，才愿意跟你这种蠢货待在一起？都怪孙女一时疏忽，被他察觉了。你一向都很机灵，今天怎么会在那种场合打电话给我？我没想那么多。小荣，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。既然他不肯配合，那就只能用些手段了。你去外面看店吧，爷爷想休息一会儿。好。畅快一如天一绝，不问今夕是何年，谈论逍遥在人间。走过千山雾朦胧，世人皆在寒梦中，年波长空，扶摇直上珍苍穹。另个真容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，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自若临近红线，过一如烟，为尘与三间。扶摇一别，绕尽晨光，明月送竹简，遇上晴天，残星北斗，披山月之巅，风
爷爷设计这一切，就是为了赢取你的信任，再利用你体内的青莲乙比，找到管城七侯。你为了救我，连小命都不要，也算意外收获。堂堂比种力，比区区比童还要听话，哼，真是一个优秀的傀儡呀！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我老妈怎么没告诉过我？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啊！哟，真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哼，不巧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郑和。哼，找你也可以啊。我掉的那只比邻是被你捡走了吧？偷拿别人东西可不好啊。我给老李了，你去管他要吧。切，还来这一套，你根本就不是诸葛家的人。哼，反正是你惹不起的人。啊，这么说，你是韦家的人？你才是韦家的，你全家都是韦家的啊！干嘛发这么大火气啊？韦家的人惹你了？既然两边都不是，那就是单干了。要不我们合作吧？等找到管城七侯，好处咱们对半分，怎么样？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哎呀，小小年纪说话好刻薄啊，真伤人心。哎，难道你是被韦家的女人骗了？你胡说！哎呀，小弟弟，你怎么这么容易被看透啊？怪不得被人骗。你受够了没有？放心，我很有诚意的。这样吧，只要你同意跟我合作，我就把郑和治好，怎么样？啊？这女人又打什么鬼主意？哼，本大爷是不会上当的。毕竟是一条人命，你可别见死不救啊！切！我凭什么相信你？用无心散着笔筒换青莲乙比的比种力做帮手，这个买卖很划算呀。哼，还不是也想利用我？好吧，但你要先救人。没问题。走，先跟我去拿救人的工具。先哄他把郑和治好，至于合不合作的，再说吧。这年头，谁还不会糊弄人了？只要他有召唤比邻的意图，我马上就出手。啊，在哪儿呢？找到了，就是他。喏，哦，就这玩意儿能把郑和治好？那当然，我这砚台可是很有灵气的，不信你感受一下。嗯。你是不是玩不起？唉，看来你是注定要被女人骗。
我不就是跟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的护士们聊了一会儿吗？这俩人都跑哪儿去了？小荣？嗨，还说你人呢？哎，小罗呢？可恶，又被耍了！比利被压制了，难道是因为这张纸？该死！哎，小可爱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给老严打电话。已为您搜索如何给考研做规划。你跟我在这空耳呢？我才不想跟你亲嘴呢！闭嘴吧你，真是讨嫌！已拨通老严。哦，算你识相。哟，醒了？睡得好吗？这什么地方？法源寺，方便我要你小命的地方。你要杀了我去比？用你的青莲遗笔换我被偷的那支笔，很公平。阿弥陀佛。秦姑娘不久前刚在韦庄商人道别，没想如今仍在作为，真是罪过。二柱子，去把秦姑娘打晕。嗯。我要打你了。快住手！只要这次不险，我保证今后绝不害你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来个垫背。混蛋！好家伙，动作真快！这我连出手使用比灵的功夫都没有。好机会！怎么停手了？起来吧，我们重新再打。年轻人，你也太讲武德了吧！对付他这种人，不必留情面。嗯。敢乱动，我马上废了他的手！我要散架了。你刚刚出手为何犹豫？彼得师傅只让我打秦姑娘，可没说要打她。哎，还是讲点武德好，不然我这脸就成盆地了。嘿嘿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法号彼得，他叫韦才庸，你可以直接叫他二柱子。请问这位先生尊姓大名？我叫罗中夏，就是个大学生。
你的比邻，刚才就是被他所压制吧？我没有比邻。传闻青莲一笔现世，原来就在你这儿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上面写的是崔浩的黄鹤楼。哎，李白曾在登上黄鹤楼后，想要题诗，却作罢，只沉吟道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浩题诗在上头。”就是因为这首诗，我才知道的。虽然对真正的青莲笔作用不大，但用它扰乱青莲一笔的气息还是可以的。哼，有文化真可怕。好吧，既然瞒不住，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罗先生不用紧张，我们并没有恶意。哼，这种话我听的耳朵都长茧了。飞流，行。怎么回事？我还没念到最后一句呢。罗先生最好别再试了。你念诗的韵律已被我打乱，强行提气，只会自伤。不愧是青莲一笔，有大将之风。你们到底想干嘛？自宋代笔种关闭之后，青莲一笔再未出现。如今有幸得见，只是想与你探讨一二。啊，笔种在宋代就关闭了。如今众多笔种吏都想寻得管城气候，就是据传可以用它重开笔种。罗先生身怀青莲一笔，竟然不知道这些吗？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一开始我只是想找一支毛笔。罗先生的经历堪称奇遇。由此看来，韦世然果然还活着。你说小荣的爷爷啊，他不是你们韦家的人吗？20多年前，韦庄由于继承人的问题引起了一场风波。韦世然利用此事挑拨庄内众人掀起大战，导致死伤无数。他也从此不知下落。真是个老狐狸啊！看来他当年叛逃，多半是与青莲一笔。有人！啊！看我乾坤脚！这声音是我一拳！是老严！哎，别打了，自己人。小罗，这是我朋友严正，自己人。二位幸会。哎，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哼，顺着电话找来的。刚才的事我都听到了。哎呀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既然秦毅的笔灵是从韦庄偷的，那你一定知道我这是什么笔灵了。严先生体内的是汉代张敞的画眉笔。张敞的夫人因受伤而眉角不全，于是他每日都会亲执笔墨，为夫人细细画眉。哦，画眉笔，怪不得能跟你神会啊！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暖男而已。哎，对了，小荣让我给你看样东西，还说这东西挺重要的，让你赶紧看看。给你。彼得师傅，又有人来了，是大门方向。是诸葛长青。灵气凝滞，是这里没错。他要干什么？法源寺是唐太宗为战死的将士所建，民国时更是一度成为停灵之所。此地气息阴郁悲怆，致使灵气难以流转，能够牵制从人体内脱出的笔灵，正适合杀人取笔。
秦姨带你来这儿，也是因为如此。我差一点也是这个下场。你住手！哦，原来你也在，青莲已比。想不到青莲已比竟自己送上门来，管城七侯，我一次便可得耳。真是天助我也！难道他那只也是管城七侯之一？阿弥陀佛，想不到诸葛家竟堕落到杀人取笔的地步，还轮不到你管！怎么，你的小青莲不听话了？这里灵气凝滞，你的造诣本就不高，此刻又慌了神，所以难以施展。你这人虽没有比灵，却也有几分能耐。什么？麻瓜也能这么鸟？是大人物。彼得师傅，彼得，CD 还没冷却好，不必担心，反正最后都是要死的。二柱子，带他们先走。彼得，一个也别想跑！圣罗，臭小子，之前坏我好事，今天就叫你如数奉还。哼，先料理了你。别急，下一个就是你。活了这么久，还没吃过这种亏。我有了！你这比灵还挺智能啊，居然能把他奶死！不管了，就一个是一个。点睛笔果然不错，是长僧窑画能点睛的点睛笔。接下来就是青莲。奶来了，你就不怕奶里还有毒啊？你找死！老爷！就算有毒，也先毒死你！什么？
老爷，没事吧？这到底是啥技能啊？怎么还能开锁啊？看来你画眉笔的能力是时间倒流。重伤痊愈、口鼻喷血和笔筒打开这些现象，都是人或物被碰之后，恢复到了一定时间之前所处的状态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能治疗，现在派不上用场。你欺人太甚！这不可能！怎么会？没开2度啊！不愧是点睛笔，让我经脉全通。不如把你的凌云笔也交出来吧。可以啊你，这么快就学会用点睛笔了，可把他糊弄走了。我只是用青莲一笔的能力，把李白那句“鲁剑如沙射金甲，元龙烽火近交回”中的龙具象出来吓唬他而已。至于点睛笔，根本不知道怎么用。嚯，心眼还挺多。今天可真是死里逃生啊！不惜杀人取笔，这些人还有王法吗？罗先生，你感觉如何？快让我看看。竟然真的融汇了2支笔灵啊！一支青莲笔就够我受的了，现在又来了一支点睛笔。从古至今，没有任何人能同时拥有2支笔灵。这么说，我兄弟还是个天选之人。据说曾经有人强行吸收多支笔灵，最后都暴毙而亡。啊！暴毙？什么天选之人？自从有了这个破笔灵，1个2个全在打我的主意。现在倒好，说不定在别人动手之前，我自己先嗝屁了。甚至只有死了才能退笔，横竖不让人活，想摆烂都摆不了啊！对了，别慌啊，还有救。这是小荣让我交给你的。小荣？上面写着安全退笔之法，是他爷爷不久前刚学到的。不如产却退笔种，酒花春满茶，图什么清？受词万众洒然去，青莲拥退秋蝉清。谜语人啊！可否借贫僧一看？小荣还让你保重，看起来不像是要害你啊。要不然我过去把事情讲开，顺便问清楚到底怎么退笔。他爷爷实在危险，还是离远点比较好。小荣如果真想帮我，一定已经把知道的全说出来了，否则就是故意引我回去问，那就又是陷阱。这上面提到了2个曾经被称为退笔种的地方，不过还从未听过可以安全退笔，方法更是不清楚。罗先生，韦庄的长老都学识渊博，庄内还藏有许多古籍，不如随我回去看看，也许
能指点迷津。听你的，我奉陪。好吧。2个退笔种，分别在永新寺和绿天庵。麻烦严先生和二柱子分别前往这2地，提前查看一下情况。我们回到韦庄，把一切问明白之后，再与你们会合。彼得先生，那位死者该怎么办？想必警察已经发现他了。这不是旅游景点吗？这个旅游古镇可是韦庄创收的支柱产业。哟，青东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定国叔，好久不见。快到比邻归宗的日子了，既然回来，就去参加吧，何必为了当年的事？定国叔，我这位朋友还有急事与族长商议。比邻归宗是干什么的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庄内定期举办的人才选拔仪式。在仪式上，被比邻青睐的才俊会成为比种吏。你回来了，青东，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。是，父亲。啥？原来是族长的儿子，好二代啊！罗先生际遇之奇，世所罕见。你身兼2比多日都没出事，没必要太慌张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连病毒都有潜伏期，更何况这比邻连科学都很难解释。或许你的体质非常人可比，如果好好利用，今后一定大有可为。嘿嘿嘿，我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冒这个险。父亲，罗先生只是个被无辜卷进来的普通人，有些事根本应付不来。我们还是想办法帮他安全退避，以免日后再发生危险。你儿子说的对。既然如此，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父亲，罗先生全凭信任才与我回来，这样做岂是韦庄待客之道？杜甫一生最敬仰李白，如今他的秋风笔见到了青莲一笔，绝不会让其轻易离去。又算计我！别挣扎了，你的手语之术不是我的对手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能容纳多只比邻的身躯，实在不容小觑。就算现在无法确定这小子到底是不是，我也绝不能错过任何壮大韦家的希望，更不能让其他势力得了去。也不知我这残躯还能陪韦家多久。哥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搞什么管城齐侯有意义吗？带着庄里人发财致富才是正途啊！这是先祖遗命，岂是那些俗物可比的？哎，就因为这种事，你的儿子一个跑去出家，一个生死不明，就连我的，哎，难道真要家破人亡、断子绝孙，才叫不为祖训吗？如今，各方势力都对这个罗中夏虎视眈眈，他只会给韦庄招来无穷祸事。
何三思？我想了想，你们年轻人的事，还是自作决定吧。为表歉意，就告诉你点睛笔的真正用途。哎，难不成是用来写字的？正是。哎，点睛笔拥有窥破未来的预言之力，若是人生遇到困惑，可靠它指点迷津。这是仿薛涛间，上好的笔配上好的纸，往往能得出更佳的答案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哎，点睛啊点睛，我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？哎，这笔怎么掉毛了？每使用一次点睛笔，都会消耗你一点寿命。等笔毛都秃了，寿数就尽了。所以万不可多问。啊！你怎么不早说？幸亏我就问了一句。不如产却退笔种，九花春哎，这不还是那退笔师吗？哦，啊，跟我搁这儿呢。点睛笔只是辨认出一条未来最好的方向，至于到底该怎么做，还是看你自己。唉，可惜了我的阳寿啊！也许点睛笔的意思是，退笔是正确的选择。对，赶紧退！我再也不想掺和这些破事儿了。可是，具体该怎么做啊？或许可以。父亲！秋风笔不见了，人怎么样？去了。杀人了！别声张，凶手可能还在附近。彼得和罗先生把组长杀了！不是我们！喂，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这下误会大了，该怎么解释啊？没用的，我们恐怕被人算计了。啊！快，组长在书房！彼得，有人来了，怎么办？父亲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听说是彼得干的。彼得？不能吧？组长怎么样了？彼得和陆中夏呢？我们赶到时，人就已经不见了。封住储存的路，他们逃不掉的。是。
节哀。跟我来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庄里的人一定在到处找咱们，唯有一个地方可以暂时躲过去。韦氏藏笔阁。咱们能想到，他们就想不到。这里藏有韦庄搜集到的所有无主笔灵，是极为隐秘之地，不经族长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如今族长一事，能不能进来，派谁进来，对他们来说很难决定。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寻找出路。出路？之前秦一盗笔，闯入藏笔阁后，就再没有现身。我怀疑这里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出路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！这里除了藏笔，还设有机关，用来在比邻归宗时考验参加者的能力，要多加小心。你真的要和我一起走吗？留下来也是百口莫辩，只有离开这儿才能把事情查清楚。这是我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了。这么多路，该走哪条啊？哦，好家伙，满墙都是字。也许答案在墙上刻的字里。哎，这又是干嘛的？不好，把手电关掉！咋回事啊？那毛笔被你的手电一照就有了反应，恐怕是一道感光的机关。啊！机关好像已经启动了，应该是刚刚那两只毛笔所化。吴先生，客心洗流水，鱼响入霜中。笔童没有视力，靠听声辨位，可以设法干扰他们的判断，然后悄悄接近。韦家笔筒是由宣笔所炼，虽然刚硬，但不够灵活。最好将其分开，然后逐个击破。这壁上刻的都是些名家名篇，字体却杂乱无章，究竟是何意？哎呀，彼得大师，我这一招以声演步，你看如何？以声演步，我真是糊涂。声可以演步，字也可以演形啊。答案不仅在字的内容，更在字的字体。以书法的角度切入，才能找到正确的出口。剑稳入青苔，人下悟空剑。原来如此，就是这儿了。竟然在这儿！可是这周围一个字都没有啊！空无一字，正代表了书无止境的书法技艺。唯有领悟了这层道理，才算通过了比邻归宗的考验，得到与比邻神会的机会。
这儿就是藏笔的地方吧？阿弥陀佛！以你的能力，完全能够通过比灵归宗的选拔，要不要试试，看有没有比灵跟你神会？比灵纵有千般好，罗先生不也同样不想要吗？咱们不要，有人倒是很想要。这么多比灵，为什么秦一当初只偷走了2只？也许是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多偷。奇怪，这墙上为何全是剑痕？我之前和秦一交手，发现他的比灵能画出2柄长剑，这些剑痕说不定是秦一留下的。可他为什么要劈墙呢？当然是为了找出路啊！你想啊，他连多偷1只比灵的时间都没有了，哪还有功夫找门找机关？肯定是无差别暴力破拆最有效率。有点道理。哎，你们啊，就是太死脑筋，才相信机关牢不可破。奈何人家根本不遵守游戏规则。看这儿，啊，剑痕到此处突然中断了，应该是原来的门被秦一破坏了，现在又重新修补过了。找不到机关，看来为了防止有人从外面闯入，已经把它完全封死了。但当时的出口，应该就在这里。洞天石飞，轰然中开。嘿嘿，我听说过一个故事，有个压力很大的人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。是亚历山大解开绳结的故事吧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藏笔密室要设计一条可以直接连通外界的路？也许是为了万一有紧急情况，族长在带着族人从密道撤走的同时，也方便将收藏的所有比灵带走，将损失降到最小。哦，反而让人钻了空子。哦，终于能出去了，多亏有你啊，彼得，不然我肯定还在里面乱转呢。没什么，既然是我请罗先生来的伪装，也一定要保证你安全离开。哦，出去后我会跟严正和二柱子会合的。你家父之死疑点重重，我需要调查清楚。看来要与你们分开些时日。保重。所以你就这么和他分开了？是啊，这不是来和你们会合了？喂，你就这么睡着了？点睛啊点睛，我该在永清寺怎么做才能成功退笔？啊，连你也不知道吗？哦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。别愁了，虽然彼得去调查伪装的事了，但还有我和二柱子，一定能帮你成功退笔。对了，彼得嘱咐不能让二柱子知道他离开的真正原因，否则这个石心眼子一定会不顾危险跑回去奔丧的。好说，就告诉他，彼得嫌我们在退笔种的调查不够细致，自己去绿田庵重新调查了。能糊弄过去吗？快睡吧，行动才是王道，犹豫就会败北。点睛笔果然在这小子手上，看来房斌老师真的是被他害死的。
永新寺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禅师住的地方。我调查后发现啊，永新寺早就改名叫云门寺了。智勇禅师把他几十年间用废的几大筐毛笔都埋在了寺内的塔林旁，还立着一块刻着“退笔冢”3个字的石碑。喏，就是这儿了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小心！受死吧！这谁啊？我哪知道？你是什么人？诸葛19，取你命的人！朝闻游子唱离歌，昨夜微霜出渡河。劝你不要插手，姓张的命我们要定了。啊？你们找错人了吧？他姓罗啊！啊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变成画眉笔了？欢迎进入我诸葛一辉的精神领域，这里唯一的实体就是笔灵，你的思想也只能寄寓在笔灵上。我管你什么精神领域，都说了你找错人了。记得我刚刚念的诗吗？不骗你说出同样是下平5个月的骡子，怎么把你吸进了这个陷阱？我骗我说骡，不如直接让我骂你呆头鹅。困住你的是石平之祖言语的沧浪里，想出去就只能以才华为武器，在解诗西韵上赢过他才行。哼，那你真是不走运。叔叔从小骂人都押韵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杀我干嘛？我要给房斌老师报仇。那是谁啊？心里清楚。赤手空拳不是办法。挥剑绝浮云。啊！这也太不结实了。哼，愚蠢。用箭如沙，射金甲。靠！他这刀不限量的吗？你的2个同伴自身难保。哼！没人能救得了你。秋草救鹅飞，连山起烟雾。忧愁小计。龙飞入咸阳。这到底是什么笔啊？如传巨笔。怪不得有放大功能。知道怎么用正确的韵律念出这首诗吗？哼，你就只会用别人的诗来 battle， 自己一点能耐都没有。胡说！就算凭我自己也能料理你。哼，春眠不洗脚，处处蚊子咬。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？简直狗屁不通！少找借口。巴山楚水凄凉地，responsibility， 对得上你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
既然你要跟我 diss， 就别怪我不给面子。你的规矩就是废着跟不上节奏，让人笑死。胡说八道的小鬼，闭上你的嘴，看我让你崩溃！不对，自身领域为什么被你支配？这些你永远也学不会。意志这么不坚定，以后别玩精神领域那套了。不然伏剑起！我的个乖乖，这又是什么鬼啊？这是要打 BOSS 才能退皮吗？这是退还是蜕皮啊？这 BOSS 怕不是站桩输出的类型吧？混蛋！喂，你狗咬吕洞宾，我有什么想不开的要救你啊？他干嘛这样看着点睛笔？刚刚也是因为点睛笔的气息在胸中涌动，我才会不由自主的过去救他。救我！老爷，快进来！你快走！此地别久留，快走！就这样放过他了？想报仇，也有命再说。先出去跟长青会合，再做打算。不好，二柱子说不定被他缠上了，我们得去帮忙，先逃出去。远程技能啊！小罗，这队要碎了，快教教我怎么搞，把我的化为比上。我也不会，刚才是点睛笔自己出的盾。竟然是这样！你辉哥小心！你辉哥，谢师傅。姑娘。回来吧！难道这家伙是在用鬼头驱赶我们走回头路？逃是逃不掉了，可是被鬼头追的鬼打墙，就是被 BOSS 拍成肉泥。看什么看？你们也撑不了多久。不如暂时合作，大家把灵力灌注到同一个护罩内，这样还能多撑一会儿。李辉哥，什么时候了？不要任性！哼，这么有诚意啊！不过那什么灌注灵力，我们可不会弄啊。我来教你们，很简单，感受比灵灵力在自己体内的流转。当灵力游走于心脉之时，用意念令其涌向目标比例。如果难以做到，就直接用手触碰自己的比例，这样比较容易成功。点睛笔作为主体，你只需要维持住它在你体内的灵力循环和输送就可以。这样就算行了吧？你刚才说是点睛笔主动形成护罩救下你跟19的。据说点睛笔能够在不消耗兽术的前提下，主动给出一些微小的启示。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用意？我刚才是受点睛笔的影响才会去救他，救一个想要我命的人，算什么启示？
难道是智勇禅师本师？萧，这是智勇禅师的弟子，辩才的怨魂。这个辩才怎么怨气这么大？说来也是个可悲之人啊。智勇禅师在临终前将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真迹》交给辩才保存，他谨遵师命，从不轻易示人。唐太宗李世民屡次向辩才索取，他都推说真本已经毁于战火。不久后，一个叫萧绎的书生来到云门寺，与辩才情趣相投，二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。辩才拿出《兰亭集序》与其一同赏玩，萧绎竟趁这个机会将其盗走。事后，辩才得知，萧绎其实是李世民派人，惊怒交加，带着悔恨在寺内圆寂了。一片真心都错付喽。后来，辩才的弟子就将他安葬在我们身处的这片塔林之内。再加上他刚才吼出萧字，想必是对萧绎欺骗的怨念。这应该就是辩才的怨灵，没错了。道理我都懂，但能不能别干他了？先想办法脱身吧。大家的灵力都快不够了。什么？青莲比跟你磨合的时间更久，用它没准能产生更多灵力。我试试。不行，点睛笔不肯让位。也许是有还想传达的启示。大不了我耗点寿命，有话直说不行吗？没记错的话，那边是退笔种的方向。我刚才就注意到，无论小罗怎么转怎么动，点睛笔都指向退笔种。没准儿，这就是他要给出的启示。有理，智勇禅师是王羲之的后人，他所立的退笔种内满是王家人的精气，时刻提醒辩才灵魂回想生前憾事，所以他的怨念才越来越深。如果劈开退笔种，卸掉里面王家人的精气，辩才的怨念是不是就能散？现在只有这个女人的力量，足以迅速毁掉退笔种。看来点睛笔让我救她的用意在这里。把护罩经不起折腾了，只能顶着外面的怨气找到笔种。现在外面的怨气集中，又什么都看不清，必须跟着我的点睛笔走。你们一旦出了防护罩，就会遭到重创。我来帮你们恢复到重创之前的状态。不过，只有9次机会，出去的人越少越好。我来撑住护罩。师教。攻势比我们想象的快，只剩6次了，要速战速决。喂，你行不行？最后一次机会，就不差你们保护。自作多情。到了，时机正合适，去吧。
是辩才的骨灰瓮，得罪了。师舅，醒醒！有回合，成功了吗？难说。这什么笔啊？辩才好像更激动了。这青莲一笔还有收笔灵的本事，管城气候之间会产生强烈的共鸣。青莲一笔竟然与那支笔灵有惺惺相惜之态，难道那也是管城气候之印？永和9年，岁在癸丑。这题我会，是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。这是王羲之的《天台白云笔》。辩才好像哭了。服药之间，以为禅寂。再见《兰亭集序》，辩才心中仍旧感慨万分啊。连《兰亭集序》里都说，生死才是人生大事，因为东西丢了就自责而死，太不值了。辩才现在应该能想通了吧？难道说，天台白云笔在劝慰辩才？生死有别，辩才的灵魂因怨念流窜至今，如今也该安心离去了吧。阿弥陀佛。啊，这算是超度了。好机会，去收了天台白云笔。啊，什么？不愧是千古书圣王羲之的笔灵。韦世然，罗小友，别来无恙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韦家的，这是我诸葛家发现的笔灵，休想坐收渔翁之利。什么？这一辉哥，诸位已经元气大伤，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你又是什么人？小荣。老孙女，看住他们。小柔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管城七侯是极珍贵的笔灵，笔中主人保存它们时，会设下严密的封印。天台白云笔的封印就是辩才的怨灵，一旦有人想将其拿走，首先会被怨念吞噬，而天台白云笔也会在脱出的瞬间飞离，除非有青莲遗笔在此。管城七侯之间能够相互吸引，只要用它留住天台白云笔，将亡魂超度后，就能成功收笔。那这里究竟能不能安全退笔？抱歉。所以那张纸条，若不这么写，怎能让你来此帮我收笔呢？
哇！雷霆平息，玉吼怒！你怎么样？你的青莲毕竟只是支乙笔，还是别逞强了。爷爷，劝你别再动退笔的心思，好好保存青莲，日后还有大用。那张纸条，爷爷已经走了，你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你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了。你怎么才过来？先别说我了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个姓韦的老狐狸，刚才也是他把我打晕的。天台白云笔，日后再抢回来就是了。先杀了他们，把这3支笔灵弄到手。不可，我们的笔筒都被毁了，没法收笔。还是把人先带回诸葛家，再行处置吧。为什么？人都带回来了，为什么还不动手取笔？族长说，管城气候事关重大，要审审他们。杀人犯就是杀人犯，有什么可审的？哎，人又跑不了，你们急什么呢？哼，婆婆妈妈。如果接受审问，他们一定会把是我杀了方斌的事说出来。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19，这是长青哥，他们已经被我了结了。方老师，19为您报仇了。19，你怎么把人杀了？族长知道一定会动怒的。杀人犯就是该死。你看，他身上还带着这个。他还有脸留着房老师的东西？你怎么知道这是房老师的东西？上面有他照片。你不是从来都没见过房老师吗？怎么会认得他？这儿还有他名字呢。啊？怎么会？照片和名字分明不同。可你不看名字，单凭照片就认出了房老师，到
底是为什么？这上面都是血迹，你又说是从杀人现场弄来的，所以我没多想就。房老师是被人勒死的，怎么会有血迹？不可能，他明明是被刀捅死。除了诸葛家上层，没人知道房老师真正的死因。除了凶手，拿来吧你！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的，我们可不会抢别人的东西。你们不是已经被19杀了吗？那只是我用李白的那句“挥刃斩楼兰，巨象出”的假死画面。可恶！长青，还是留下来把话说清楚吧。废了，一辉兄。哎呀，说了多少遍了，杀房斌的是诸葛长青。你们是不是想包庇自己人，拿我们当替罪羊啊？严先生倒是伶牙俐齿，还想着反咬诸葛家一口。老头儿，这个一辉说不定也是帮凶，他有没有一个叫舜的弟弟，最好也查一查。哼，搞这些口舌之争没有用。点睛笔在你们手上是事实，人会撒谎，比邻可不会骗人。没错，比邻不会骗人。你们敢不敢让我问点睛笔一个问题？点睛啊点睛，我该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？啊！哎！切！死！点睛笔都让他死，你们为什么还相信他？如果问题的内容不成立，点睛笔是不会回答的。就像我之前问他在永兴寺怎么退笔，但实际上那里根本不能退笔，点睛笔就没有回答。但当我问怎么自证清白时，他却有了回答，就说明小罗的清白是成立的。点睛笔回答死，是指让罗先生用装死自证清白，顺便还帮我们揪出了真正的凶手。都去死吧！对付魔法还得是物理攻击。既然你不肯交代，那就让你的比邻开口吧。想不到费老竟然动用自己的比邻。什么比邻这么变态啊？是司马光的通剑笔。费老抓住诸葛长青的凌云笔，用来控制他的神经，然后就能让凌云笔通过诸葛长青的嘴，交代出他所知道的信息。哦，你们这个管家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你的同伙是谁？幕后主使是谁？主人的力量，你们无法想象。糟糕，快救人！我来。啊，没用啊！以严兄现在与画眉笔的神会度，可以将人或物的状态回溯的时间不会太长。如果是太久之前导致的问题，就没有办法了。不对啊，老严刚才很快就冲过去了。看来他的体内被加了一道禁制，只要涉及主使者的话题，就会自动发作。而设置这道禁制的比邻之力，甚至强过我的通剑笔。这种强度的灵力造成的致命伤害，严先生也是无法干涉的。两位，等等。你还想干嘛？之前的事，对不起了。嗨，误会嘛，都过去了。还有，谢谢你在退笔种时挺身救我。也不必谢我，都是点睛笔让我这么做的，大概是命运的指示吧。渣男，不愧是清廉比例，
靠您的相助，我们才能捉住叛徒。族长想亲自对您表示感谢，请跟我来。族长，之前跟费老确认过，诸葛家族长老李从来没见过我。看来那天袭击我的是个冒牌货。就让我看看真正的老李到底长啥样。哦，这诸葛家族长看起来比那个冒牌货年轻多了，怪不得在秦毅面前叫他老爷子会露馅儿。族长，罗先生，欢迎，叫我老李就好，请这边坐。这次全靠你鼎力相助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没什么要求，就是想问问您关于退笔的事儿。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但关于退笔，我也知之甚少，只能建议你去永州的绿天庵再碰碰运气了。啊，这样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务必小心逊比利。你身怀2只管城七侯，他们一定也已经盯上你了。逊比利是什么？笔种关闭后，从此再无笔灵。个别心术不正的笔种力，便从2家炼制笔童的手法里开发出一套以活人炼笔的邪路，叫做逊笔。笔灵吞噬人之魂魄，借人躯复活，成为只听从炼就者号令的傀儡。这些笔种力很快自成一派，就是逊比力。诸葛家和韦家曾多次合力围剿，还是没能消灭干净。这次诸葛家可能就是被他们渗透。据说多年前韦世然在韦庄引起的那场动乱，也跟逊比力有关。这些人恐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目的啊！小柔啊，事急从权，爷爷也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。我的时间不多了。爷爷，人老了，总会有这么一天，没什么。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，我走了，你该怎么活呀？孙女不怕，孙女陪你一起。爷爷怎么忍心让你有事儿？你放心。我接下来无论做什么，都绝不伤罗中夏性命。只是若以后爷爷不在了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请2位在此多住些时日，让诸葛家尽些地主之谊。罗兄、严兄，别客气，请吧。哇，你们这也太客气了吧！哎，哎，好，哎，好。我是个粗人，过不起这样的生活。昨天我想出去上网，竟然被拦住了，说什么危险不宜出门，搞得像软禁似的。有没有可能，这就是软禁啊？
是彼得。我查到了一些关于吕天安的线索，退避之时有望。没想到你们和二柱子失散后，还发生了这种事。诸葛家的确不是善茬，你们最好尽快脱身，我们可以在绿天安会合。好，再联系。退避有望，退避有望。硬碰硬，估计逃不出去啊！我帮你啊！你偷听我打电话？切！你可是诸葛家的人，凭什么帮我？当然有条件喽。费伯伯已经查到了其他几个叛徒的下落，他们好像要在永州绿天安有大动作，诸葛家准备去那里把人抓回来。绿天安？费伯伯不让我参加行动，但我偏要亲手收拾这帮叛徒。哦，你帮我们逃出去，我们帮你报仇，对吗？没错，敢害房老师，我饶不了他们。好，叫上老爷，我们今天半夜就行动。喂！跟我来，这个小门平时没人看守。罗先生，这么晚了，还是不要乱跑，很危险的。是没人看守门，但有人看守我呀！哼，少装大尾巴狼！你们不就是馋我兄弟的身子里的比灵吗？说那么多干嘛？上！请。切，我们人多势众，他怕了。什么情况啊？再冲！一定是这胖子耍了花招。他是不是也有比灵啊？我只知道他叫魏超，是最近才请回来的厨子。擒贼先擒王，把他撂倒不就解决了？老爷，老子的手！严先生，您这一拳可是下了死手，还是回去找诸葛家的大夫看看吧。我刚才注意到，老严打魏超的时候，他跺了一下脚，然后我们就跑到他身后去了。所以呢，有没有可能他比灵的能力是以他的跺脚点为圆心，将人转移到对称的反方向？但他没办法单个转移，所以才等我们一起跑出门后才使用能力。我听说有一只比灵，能以施术者为圆心转动空间，让被施术空间内的生命体与地面的相对位置产生变化。这是什么笔啊？炼自力道元的水晶笔。没错，水晶不离地转山移。水晶笔的作用范围有1公里远，你们出不去的。听我说，老爷，一会儿你先这样，跑！想让我为难，怕把一个转回来，却把另一个转出去吗？你们以为我只能转180度？90度也可以。少一个。哎呀，哥们儿，敏锐度差了点啊，都没注意到，就在原地没动。前方即将到达永州站，永州著名景区绿天安，祝您旅途愉快。这绿天安实力雄厚啊，都买得起高铁广告了。我们一会儿直接去绿天安埋伏上，这样就能抢得先机。不先找个地方歇歇吗？我已经提前约好去绿天安的车了，是这辆。
喂，彼得，我们马上就去啊，抢救！好，永州医院是吧？我马上去。是永州医院的护士，她说彼得受了重伤，正在抢救，我得去医院确认他的伤情。那我们还是先去医院。改目的地可不行，我在绿天安还有下一单呢。那包车定金概不退还。你们俩先去绿天安踩点，我稍后就跟你们会合，一定注意安全。好吧。好像有股血腥味儿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看来贫僧想登极乐，还是为时尚早。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与你分开后，我就开始调查伪装的事。我发现，定国叔把伪装的一些店面贿赂给了族内的长老。他一定早就在做这种事，等壮大了自身势力，就开始推翻族长对伪装的领导。那也不至于。他们不是亲兄弟吗？族长虽老，但实力仍在，能在瞬息间夺其臂领，去其性命，韦家没有任何比种力能做到。起初，我怀疑定国叔伙同诸葛家出了什么奇招，但后来，我又秘密跟踪一个出庄办事的比种力，发现他与诸葛家的比种力私下碰头。说话间提到如何为主人谋取诸葛家收藏的比例。主人？啊，诸葛长青被审讯时说出过这个称呼。有第三股更可怕的势力，将两家的叛徒聚到了一起。那你是被这个可怕的势力发现了才？在永州等你时，我发现诸葛家的叛徒也对绿天安有所企图，所以先行前往查看。没想到被他们偷袭了。什么？他们已经在绿天安了？不好，这个也没救了。哎，你那边找到活的了吗？这些都是我们诸葛家派来清剿叛徒的人，可叛徒的行动在明天，他们本该也是明早才会抵达此地埋伏的。有没有可能是费老头不想让你卷进来？所以才告诉你是明天，他也没料到你这么轴，现在就到了。我们的人损失惨重，得赶快去帮忙。这伙人拥有十分骇人的力量，我能逃出来，已是万幸。连你都对付不了，糟了！老爷和石角恐怕已经到了。我亲爱的费朋友，失去了这么多部下的你，一个人又能做得了什么？还有我呢！千万别冲动。诸葛纯，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。原来这个江郎才尽的五字笔叫诸葛纯。这个说话拿腔拿调的老头是谁啊？据说叫楚一鸣，
诸葛家的叛徒都跟他联络，对方只有2个人，我们和费老联手，一定能。这大叔，一跟女人在一起就手机静音，我得马上去救人。你刚才说的害人力量到底是什么？这是怪物。主人求财若渴，一定很愿意你跟我们合作。费老，良禽择木而栖呀！住口！没骨气的家伙，千万别被他的手碰到。如果被抓出比邻，就完全受制于他了。费朋友如此执迷不悟，真是太遗憾了。这费老的通鉴笔还能这么玩啊！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有294卷之多，底蕴极为厚重，通鉴笔的力量自是不容小觑。动静挺大，也没人掉血啊，就这么一直打？不，费老在找操控者。这个郑和已经被练成了没有自我意识的骨头，他的行为是被别人用意念操控的。通鉴笔秉承了《资治通鉴》的提纲挈领之道，能够察觉人和比邻散发的意念之线。找到了，只要找到与郑和连通的意念之线，顺藤摸瓜，找到操控者，解决他，就能彻底解决笔筒。诸葛家规，叛族者死！费老不是已经切断诸葛纯与郑和的意念连结了吗？这货怎么还能打呀？用毛笔炼成的笔筒需要人意志操控，但是用笔灵炼成的笔筒，只需要接到号令就能自如行动。懂，就像提线木偶和智能机器人的区别。哎，等等，贸然冲上去就是送死，你有办法救人吧？再找找机会。看来那根意念连线是你设下的陷阱。兵不厌诈，您教我的呀。雕虫小技，我知道您意志坚韧，不会受蛊惑。哼，但他不要。恐惧、欲望和内心的阴影，已经让他极致疯狂。疯子想杀人，谁都拦不住。去，杀了他们！费朋友，别了。无不是青天高，皇帝厚，未见月寒日暖，太
未见人寿。有新朋友来了。没想到还有这么阴森的比灵存在。原来李贺的诡秘在你这里。哼，废朋友真是好眼力。晚唐人李贺，他的诗风幽深奇绝，被誉为诗鬼。李贺一生愁苦多病，不得志，27岁就早亡，所以他的笔灵也极为哀愤忧郁。咦，怪不得史学家都爱对史上的悲剧之事唏嘘不已。想想司马光一生的积蓄，只要我用舞姿和念白催动注入你体内的悲凉之气，纵是通剑笔，也只有投笔呜咽的份。就是现在！喊！你追住他们之后，我就趁机将周文纯恢复到之前吐血的状态，让还在的废了恢复到无声状态。你怎么还没继续啊？看来我这个计划还是过于勉强了。情况紧急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现在就杀了他们！割甲如云吞。离我的人远点儿！小罗，来的可真及时啊！从彼得那知道这儿的情况后，我马上就过来了。你知道跑着上山有多累吗？想不到那臭和尚还捡了一条命。我的罗朋友，好久不见了。罗先生同他认识？就是他假扮你们族长，帮韦世然骗我的。既然你在，那韦世然一定也在哪儿躲着呢吧？我们可不是伙伴，他不过是主人的一个不太听话的玩具罢了。那郑和呢？也是玩具吗？为什么要把一个普通人卷进来？罗朋友，当你改变不了一件事的时候，抱怨是最无能的表现。那就让你看看我是不是无能。等你这句话很久了。你们怎么了？醒醒！别费劲了，他们醒不过来的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在他们体内种下了李贺的长戟诗囊。李贺作诗，分神燃命。他没有新句就会记录下来，投入随身囊中，呕心沥血，才得此诗囊。这诗囊能够吸吮人心精气，他们三个的精气
正在慢慢被吸走。你，我知道你是来这儿退笔的。只要你成功后把青莲和点睛交给我，他们3个就能活，我们皆大欢喜。否则，他们将死无全尸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哼，明智之举。事先说好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退笔。不必担心，我来告诉你。绿天安是唐代草圣怀素的故居，他每日习字，被写废了的毛笔堆积成山，所以称这里为退笔冢。你说的这些我也知道，但你不知道，真正的绿天安早就毁于战火，退笔冢也随之不复存在。那还怎么退笔？你存心耍我吗？年轻人，性子不要太急。你要进的并不是退笔冢，而是怀素幻境。怀素临终前曾遭遇大险，他以纸蘸墨写下4个龙字，封印了退笔冢。那黄草龙字便化为4条石龙，一直守护在这里。4条石龙就在后面那座武殿的青石柱上，只需用你的点睛笔画龙点睛，让石龙复生，怀素幻境就能开启了。你真的会放过他们吗？你别无选择。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啊！小19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可现在不还是落我手里了吗？别帮他们！自身难保，还有心思管别人？臭小子，不掂量掂量自己，敢命令我？我踩死你！踩死你！就算身怀2支笔灵，也还是个废物。哼，这些人不被你害死就不错了。连韦小荣那个臭丫头都能把你骗得团团转。你以为我还能为了什么，才愿意跟你这种蠢货待在一起？你为了救我连小命都不要，也算意外收获。堂堂笔冢丽比区区笔童还要听话，哼，真是一个优秀的傀儡呀。那这里究竟能不能安全退笔？抱歉。哎，无能的蠢货，废物！哼！好了，正事要紧。去，快去！别耽误我们时间。别想着玩花样。
这蠢货还真为了退笔进去了。凡擅闯幻境者，都会被守门的蛟龙凶猛攻击。年纪轻轻就殒命于此，真是可怜。哼，等他垂死挣扎，把蛟龙的灵力消耗掉，我们再进去取怀素比灵，顺便把他的青莲和点睛也收入囊中，真是一举两得啊！到时候，这几个也不用留。别过来啊！我可是有青莲一笔的。来的莫非是故人？原来是太白兄，好久不见了。是从我的青莲一笔身上感知到了李白的气息吧？只有贵客到访，难怪我这蛟龙不敢怠慢。来来来，请来必安一叙。请问，您就是怀素大师吗？我是怀素，也不是怀素。正如你是李太白，却又不是李太白。出家人确实不打诳语，但都爱打哑谜。那怀素和尚已经死了许久，在这里的不过是一个无所归依的灵魂罢了。哦，没错，是这儿了。太白兄一向爽朗恣意，怎么今日看似有些心事啊？人生无常嘛。可惜我这里无茶无酒，只有净水一杯，解君愁绪啊！牛逼呀！大师救命！想不到为了留住人之才情的比邻，竟然能令人们这般贪婪厮杀。若笔种主人还在，不知对这一切作何感想啊！简直是人性的扭曲，道德的沦丧。你想找我退笔救下你的朋友？他一定是为了得到您的笔灵，所以把我骗进来对付蛟龙。只可惜他失算了。千年来，无数觊觎笔灵的人闯入幻境，皆败于我这蛟龙手上。你是唯一一个能做到这里的人，难道不想得到它吗？本来是想退笔的，但现在只能背水一战了。还请大师将笔灵赐我，如果我有3支笔灵，或许能和楚一民背水一战。这2支笔灵已让你性命堪危，第3支又如何承受得住呢？楚一民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与其死在他手上。这些人不被你害死就不错了。只要能救人，我甘愿付出任何代价。可是此处并无笔灵啊！啊！怀素和尚一世自在，并不愿将精魂背炼为笔灵，但笔种主人在怀素临终前再三勉强，不肯放手。怀素只好化出这幻境，死后的魂魄退守于此1000年，以示决心。
这儿只是个躲清闲的地方。既已如此，你又当如何呢？哈！李白曾为大师您酒后挥毫的景象做了草书歌行一诗。小荣说过，光会背诗无用，要懂诗才能发挥其最大能量。如今大师本人就在此处，若您能帮我领悟草书歌行，凭此击退楚夷民，最好不过。你的朋友还在他手上，恐怕不敢妄动吧？怎么这么久？不如先快活快活。下作，呸！你怎么醒了？严正有一颗念珠，替他挡下了长吉尸囊的攻击。那念珠是彼得和尚在医院交给我的，我又悄悄交给了老严。为什么不把保命的东西留给自己呢？嗨，我早知道跟对方实力悬殊，就算能保一次命，结果也差不多。但老严拥有挽回局面的能力。拦住他！我已经把你们恢复到中长吉尸囊之前的状态了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小罗为了救我们，进了怀素幻境，但那是个陷阱，我们得把他救出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不会丢下朋友。品行端正，有勇有谋，我可化作禅心融入你的精魂之内，助你领悟草书歌行的至高境界，以此对敌足矣。太好了，多谢大师。不过，一旦我化为禅心离开，幻境会顷刻湮灭，你将失去安全退避的唯一机会，再难有明日啊！抗争或解脱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那我已经成年了，可以全都要吗？给我上！拿下他们！放马过来！对了，我来助你。废了，受死吧！无妨，费老头，把它交给我。哼，咱们过两招。小心。至于你，您都这副德行了，还能把我怎么样啊？对付你，绰绰有余。行，找死是吧？我跑！你无处可逃了。违背听诏，年轻人不自量力，一个都没亮啊！给你些教训吧。拿命来！是画眉断魂伞！你以为不被悲凉之气缠身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南山何其悲，归于撒空草。长安夜半秋，风前几人老。一米黄昏尽，袅袅清丽道。我中招了吗？好像没啥感觉啊。却无术无影，
一山为逆，醒醒吧！什么？我书读的少，对你念的这些没感觉。表现得太早。什么？你的左手也，也不过如此。不好，魏老，死吧！叶先生，院长，叶先生，烧死这种事儿，老人和女孩就没必要优先了吧？只是我看到鸡仔的太阳了。院长，你们一定要把小鹿救出来。枉造杀孽，终是恶人，收手吧。太神的，我哭死了！他怎么一点事儿没有？罗先生的意念灵台澄澈沉静，像是有了禅心。糟糕，是怀素，我竟忽略了他与李白的关系。先下手为强，一起上！少年上人号怀素，草书天下称独步。莫齿飞出北冥鱼，笔锋杀尽中山兔。8月9月天气凉，酒徒此刻满高堂。兼麻素绢排树香，宣州实业墨色光。50岁后已生床，须臾扫尽数千张。惊心壮士苦，摔得落为皮寒素。萧风骤雨惊飒飒，落花飞雪何茫茫。起来象壁不停手，一行数字大如斗。谁看轻剑一变书，无钱花重分空渡。惶惶如闻神鬼惊，时时只见龙蛇走。此间今夜长阴指，与冷香魂雕书客。左盘右簇无经殿，壮同楚汉相攻战。秋风归张保家师，恨血千年苦中毙。湖南七郡凡几家，家家屏障书题变。王逆上，张伯英，古来几许浪得名。张鞭老死不足数，我师此意不失骨。
来万事归天生，何必要公孙大娘存错我？他成功了！这是掉下悬崖捡到武功秘籍了吧？草书歌行，蔚为壮观。自此，你的人生再无平静，不后悔吗？这种踏着七彩祥云当英雄的机会，如果不珍惜，上天可不会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那才真会后悔。不过，如果能给老严时间倒流的能力增加一些期限的话，我希望是能把您变回去，然后帮我退笔。开玩笑的，虽然我不算什么高尚的人，至少也不是真的狗。我不想再逃避了。消除恐惧最好的办法是打不过就加入，但这次我要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。你的主人到底是谁？你们究竟有何目的？说了会死。他怎么了？不好，维嘉族长死前也是这样。族长，韩丈是谁？好像有点耳熟。让那死胖子跑了。这个郑和好像还有救。唉，不知道你那个鞠老师看到他的得意门生变成这德行，得哭成啥样？还请韩丈指点。有人来了，郑和没醒啊。鞠老头自言自语啥呢？他是在自言自语吗？还是在跟谁说话？你在说谁？你只是个普通人。你怎么这么容易被看透啊？怪不得被人骗。再利用你体内的青莲乙笔，找到管城七侯。你身怀2只管城七侯，他们一定也已经盯上你了。这么说，我兄弟还是个天选之人。罗先生只是个被无辜卷进来的普通人。罗桌下，罗桌下，你没事吧？主人的力量，你们无法想象。如果你能替我淘来支和他一样的毛笔，这件事就一笔勾销，怎么样啊？到底为什么让我去淘笔？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